我每天搂着一坨蓝色大鼻涕睡觉，还把它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对待，即便自己随时会在睡梦中被大鼻涕淹死，我也没有丝毫怨言，反而还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名字小蓝。只因我穿越到了御兽世界，这坨大鼻涕就是我的专属御兽史莱姆。就在我打算跟他好好培养感情时，他直接跳起来给了我一巴掌。滚蛋！谁是你亲儿子？我要当全世界最牛的史莱姆！话落，他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系统面板，羽形青蛙系统已激活，检测到你的御兽水系史莱姆产生强烈外出历练意愿，他不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废物，决定独自外出历练。废物怎么了？我都是首富之子了，难道还不能摆烂吗？我话音刚落，眼前的面板就发生了变化，上面显示出了小蓝的实时动态。只见小蓝面前突然窜出了一只钢牙鼠，小蓝斗志昂扬地冲了上去，结果下一秒就被钢牙鼠拍飞了出去，变成史莱姆饼瘫在地上。那只钢牙鼠得意地扭着屁股。见此这一幕，我哈哈大笑。小蓝啊，打不过就回来吧，我不会笑话你的。你观战就观战，话那么多干嘛？还有你个臭老鼠，看我把你打成薯饼！他话音刚落，系统面板上就弹出了一个提示框。小蓝在极度愤怒中领悟了初级技能水弹连射，画面里小蓝喷出了一连串的水弹，打的那只钢牙鼠惨叫着四处逃窜，小蓝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讨什么？刚才不是很开心吗？我就请你吃一顿爆炒肉片。话落，喷出的水弹就击中了钢牙鼠的脑袋，下一秒钢牙鼠抽搐着倒下了。画面中断，系统面板上弹出了新消息：御兽小蓝击败钢牙鼠，升级到幼生期2阶，经验已反哺，宿主升级到见习御兽师2阶，御兽史莱姆旅行完毕，已自行回到御兽空间。紧接着，一张明信片缓缓出现在面板上，上面是小蓝扭动着自己圆滚滚的身躯，踩在钢牙鼠的尸体上。嘲讽2句就能觉醒新技能啊？那这也太棒了，系统也真是神了，躺着就能升级，那我也不能拖后腿。于是我决定睡大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从10平米的床上醒来后，周围等待着的12个貌美女仆瞬间围上来，轮流服侍我洗漱。我下楼去吃早饭时，就看见爸妈坐在10米长的餐桌前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。不愧是我儿子啊，一晚上就升了2阶。累不累啊，傲天？快多吃点东西补补。王管家，去把我前段时间猎回来的7色锦鸡炖了，给傲天补补身子。是，夫人。闻言，一直站在旁边的王管家赶紧去了厨房。我一脸无奈地听他们絮絮叨叨。老爸是 A 是首富，御兽是不同种类的金蝉，老妈则是龙国的护国战神，御兽是各种元素的龙。他俩是怎么生出我这个废柴儿子的？儿子，修行也别忘了休息。我给你卡里打了1000万，你带着御兽去商场逛逛，看中啥就买，不够再跟爸说。没问题，老爸。说着，我一口把龙虾包塞进嘴里。吃完饭就坐着劳斯莱斯来到了 A 市最大的锦城广场。就在我抱着小蓝到处溜达的时候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道嚣张的声音。哎呦喂，这不是觉醒了废物史莱姆的沈大少爷吗？今天怎么敢出门了？我回头一看，就见我的死对头没有钱正一脸不屑地看着我。我无奈地撇撇嘴。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，我笑得满地打滚。从此我们俩的梁子就结下了，每次见面都会友好交流一番。这不又来了？他身后那几个狗腿子都是我们班同学，此刻全都跟他同款表情。废物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啊，不要出门给人添麻烦。那咋了？我爸是首富。没有钱深吸一口气。你家里有钱又怎样？还不是觉醒了最低级的御兽空间。我爸是首富。没有钱被我的话噎住了，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见状，我又看向他身后那几个狗腿子。对面的同学们，夸我一句给你们1万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！沈少大气，就是。闻言，站在他旁边的几人纷纷倒戈。我们看这个没有钱不顺眼很久了，还是您帅气有钱又多金。就是，他没钱还爱装，给沈少提鞋都不配。你们这群见钱眼开的混蛋，1万块就把你们收买了。瞅你那嫉妒的嘴脸，想要钱就直说，这年头傲娇已经没市场了，你又在这装什么好人？当初骂沈傲天最狠的人就是你。我可没有傲，从小沈少就是我的偶像。哦，随后没有钱愤怒地看向了我。有钱又如何？你不还是个废柴？有本事跟我比一场。你跟这废物废什么话？干他呀！上的又不是你。我仔细一想，确实是这样。于是我瞬间支棱起来了。行啊，到时候别被打的哭着叫爸爸。话落，我们就来到了商场里的训练室。出来吧，火龙兔，让对面那个废柴看看我们的厉害。话落，一只红色的兔子出现在他的脚边。我也同样把小蓝放在地上，随着旁边同学的一声开始，小蓝直接发射出了一连串的水弹，将火龙兔打得连连惨叫，不仅浑身的绒毛都湿透，连身上的火系异能都被浇灭了。小蓝得意地晃晃身子，还想再尝尝我的大水弹吗，小落汤兔？闻言，火龙兔吓得耳朵都并在了一起，
连忙合上2只前爪，跪在地上，开始疯狂磕头。初级技能水弹连射，这不是成长级御兽才能学会的吗？这史莱姆才召唤出来2天吧？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给我滚回来！哼，输给我你无需自卑，毕竟我家小兰是天才。说完，我抱起小兰，转身就要离开训练室。沈傲天，你给我站住！刚才是我大意了，我们再比一次。就在这时，小兰向没有钱脚下吐了一个水球，没有钱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裤裆上还湿了一块。周围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声，我长叹一口气。你说说你，长这么大居然还尿裤子，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家找妈妈哭了？我边摇头边走出训练室，身后的没有钱狼狈地站起来，死死瞪着我离开的方向。而我则来到了商场的御兽用品专卖店，把里面所有关于水系御兽的东西都买了一遍。我们带着装满的芥子空间回了车上，随后我将食物挨个拿出来给小兰试吃，但小兰却对最普通的水母冻情有独钟。虽然你这个主人很废柴，咕噜，但买来的食物还不错，咕噜噜。这时小兰已经吃掉了第5个水母冻。小兰啊，如果你再叫我废柴的话，以后都不给你买水母冻吃了哦。闻言，小兰圆滚滚的身体瞬间僵住了。不说就不说，谁稀罕？这时劳斯莱斯已经驶入了半山腰的庄园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瘫在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。虽然这一趟下只来花了200多万小钱，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够小兰吃一阵了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我要继续去历练了。闻言，我连忙拿出1盒水系灵果大礼包递过去。就把这个带上，别亏了自己。爸爸爱你。小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一口把整盒灵果吞进了肚子里。小子，少占本大王便宜！而我则直接洗漱上床睡觉了。直到日上3竿，我才艰难地挣脱床的怀抱。我打开了御兽空间，发现小兰正在呼呼大睡。我连忙点击系统面板，看到小兰的历险记录后，我直接懵了。小兰遭遇幼生期4阶暗影猫和毒液蛙的围攻，她不屑一顾，使用水弹统统消灭。升级到幼生期3阶，小兰冲进了幼生期5阶荆棘狼的老巢，将他们一锅端了。升级至幼生期4阶，小兰遭遇幼生期6阶暗夜豹的偷袭，经过一番苦战，小兰获得了胜利，成功进阶幼生期5阶，经验已反哺。宿主升级至见习4阶御兽师，另外还附上了3张明信片。第1张是小兰背后尾随着一只黑色豹子，第2张是小兰站在狼群中发射水弹的瞬间，而第3张是小兰踩在尸体堆上仰天长啸。见到这一幕，我抽了抽嘴角，真是让你装到了，小兰。看着面板上的一长串信息，我爽了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这种一觉醒来就升级的快乐，你根本想象不到啊！忽然门被推开了，老爸沈万兴走了进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他眼前一亮，直接上前给了我一个爱的抱抱。儿子，你居然见习4阶了，不愧是我沈万熙的儿子，2天升4阶，我今天就摆3天流水席，让那群嘲笑我儿子的人看看什么才叫天才。老爸，你冷静点。这时老妈凌霜也走了进来。行了行了，多大个人了还这么不稳重，酒席先往后放放。说着，她走到我面前。傲天，你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进入初级秘境历练了，我手里正好有一个秘境的名额，你今天就去看看吧。我眼前一亮，小兰努力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让我品尝胜利的果实了。想到这，我立即起床吃饭，下午就和老妈一起往秘境赶去。坐在车上的时候，老妈给了我一个戒指，这里的东西你放开了用，不用省。我用精神力扫过后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各种各样的道具堆成了一座小山，还有3张可传送100公里的卷轴，水系元素结晶和治疗药水更不用说了。最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块龙鳞。老妈，我是去历练还是去当大爷啊？而且你既然把双天龙皇的逆鳞都给我了，那你自己怎么办？双天龙皇是老妈的第1只御兽，而这块逆鳞可以抵挡1次致命攻击，在战场上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世上能伤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这个秘境里主要栖息着成长期以下的猴系妖兽，对你们这种新手菜鸡来说刚刚好。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老妈，我爱死你了！2个小时后，我站在了城郊外的翠屏山秘境口，面前站着4个穿着作战服的年轻男女，其中一个高个子男生率先迎了上来。你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队友吧？我叫陆战野，御兽是铁甲蜥。旁边这位是我妹妹陆清浅，御兽是水灵狐。那2位是苏锦和林峰，御兽是冰晶蝶和雷光鼠。我叫沈傲天，刚觉醒御兽空间，你们不用在意我，我只是个来摸鱼的。一个废柴还占着这么宝贵的资源，而且御兽还是最垃圾的史莱姆，这不是纯混种吗？虽然是初级秘境，但还是可能会有危险。我嗯了一声，随后抱着小兰率先走进了秘境入口。只见眼前白光一闪，面前就出现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。这时那4人也跟了进来，林峰带着明显优越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沈傲天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秘境里这么危险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我们后面，不然我们还要费心思保护你。我还没说话，怀里的小兰突然呸了一声，口水精准地喷在了林峰的脸上。林峰气得脸都红了，他张嘴刚要说话，前面的树林里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，紧接着6只金刚猿从树上跳下来，将我们团团围住，每一只都是幼生期6阶的实力。陆战也瞬间脸色大变。我天，
我们这是什么运气？陆清浅咬着牙召唤出了水灵狐，苏锦也将冰晶蝶召唤了出来。林峰颤抖着从腰间拔出匕首，该死的，一上来就碰见这么多吗？而我却直接抱着小兰悠哉悠哉的往前走。见状，林峰连忙喊了一句：“沈傲天，你疯了，快回来！”一只金刚猿猛然朝我扑了过来，然而我却丝毫没有闪开。就在金刚的拳头即将锤爆我的脑袋时，小兰一个弹射起步，在空中旋转了3圈，紧接着射出了一连串水弹，精准的命中那只金刚猿的脑袋。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。在场的所有人和兽都惊呆了。另外5只金刚猿反应过来，齐齐朝小兰冲来。小兰在空中将身体鼓成一个圆球，然后猛地收缩，20多发水弹铺天盖地的射出，直接将那5只金刚猿打得连连后退，身上冒出阵阵白烟，最后全部瘫倒在地一动不动。实则我心里疯狂给小兰鼓掌，太帅了，小兰，你是我的神，爸爸爱你。这时系统面板弹了出来，御兽小兰击败6只幼生期6阶大力金刚猿，升级到幼生期6阶，经验已反哺。宿主升级到剑息5阶，小兰跳回我怀里。一群小猴子也敢挡本大爷的路！我身后那4个人全都张大了嘴看着这一幕。这怎么可能？史莱姆居然有这么强的攻击力！陆战也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？我拍了拍小兰的脑袋，看向那4人。别大惊小怪的，我们小兰可是个天才。沈少厉害啊！陆战也一脸崇拜的跑过来。你也太牛了，傲天，2天就到了剑息5阶，我修炼了3个月才剑息3阶。苏锦也默默走过来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林峰则是硬挤出了一句：“沈少威武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在秘境里继续深入，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们被一群疾风猴挡住了去路。完了，是最难对付的双生巨猿。啥玩意儿？考清北大学谁啊？我吗？清北可是培养出过12个复国战神的地方。兄弟，快跑啊！这只水灵蛟太猛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什么东西？这些猴子的速度极快，陆战也刚想出手，小兰就已经从我怀里窜了出去，水弹一发一个准，疾风猴群被打得四散奔逃。爷爷兽你们来啦！最后连猴带树一块轰倒。我在心里疯狂给小兰打 call。小兰，干他妈丫的！御兽小兰击败12只疾风猴，升级到幼生期7阶，经验已反哺。宿主升级到剑息5阶中期。沈少又升级了，太强了吧！唉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了。闻言，小兰嗤笑一声：“你个躺赢狗，脸可真大！”说着，她一蹦一跳的朝前方走去。没多久，我们来到了一条溪流边，正打算休整一番的时候，水里突然窜出了一群水灵猴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水猴子吗？让我来跟你们玩玩！说着，小兰就开始疯狂倾泻水弹，打的那群水灵猴抱头鼠窜，有几个想跳进水里逃跑，结果被小兰的水弹直接炸出了水面。御兽小兰击败9只水灵猴，升级到幼生期8阶，经验已反哺。宿主升级到剑息6阶。我嘴角的笑容比 AK 还难压，但表面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不错不错，有我的风采。沈少，你这史莱姆到底是什么品种啊？也太猛了吧！就是普通史莱姆，不过就是脾气大了点。闻言，小兰一头冲进我怀里。大胆，居然敢说我史莱姆大王普通，信不信我罢工？是个水母洞。于是小兰立即老实了。此时的陆战也已经彻底沦为我的迷弟了，一路上跟在我后面端茶倒水，陆清浅也总往我身边凑，就连林峰都不再阴阳怪气了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敬畏。第5天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秘境的深处，前面有一座巨大的山洞，洞口长满了青苔，里面传来阵阵低沉的咆哮声。陆战也咽了口口水，这应该就是秘境 BOSS 所在地了。我抱着小兰率先走进了山洞，山洞里很暗，还好墙壁上镶嵌着发光的矿石，勉强能看清路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，溶洞中央有一只体型庞大的巨猿正趴在那里睡觉，它的身体比之前那些金刚猿大了3倍不止，浑身的肌肉如同岩石般坚硬，这是成长期的烈焰巨猿。小兰从我怀里蹦下去，随后嗷的一声就冲上去，烈焰巨猿猛地睁开眼睛，顿时怒吼一声，一巴掌就拍了下来。小兰灵活地跳开，嘴里接连喷出10几发水弹，每一发都精准地砸在了巨猿的关节处，溅起了大片水花。烈焰巨猿吃透，挥舞着拳头乱打一通，可小兰滑不溜秋的根本打不着。我在心里得意地跳起了探戈，无敌是多吗？多么寂寞。小兰得意地扭动身躯，就这，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她继续发射水弹，烈焰巨猿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身上的裂缝越来越多，绿色的血液渗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烈焰巨猿就奄奄一息地倒在了地上。小兰跳到他脑袋上，嘴里凝聚出一枚更大的水弹，准备给他来个了结。就在这时，山洞深处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紧接着山洞的墙壁被撞开了一大洞，另一只体型更大的烈焰巨猿冲了出来。我天，怎么还有一只？那只新出来的烈焰巨猿看向重伤的同伴，瞬间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，它的身体表面浮现出一层红色的光芒，体型又大了一圈。完了，是最难对付的双生巨猿，只要一个受伤，另一个就会狂暴，攻防也会全面提升2倍。小兰的水弹打在狂暴巨猿身上，竟然只溅起几朵水花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回撞过头了，小兰打不动这大猩猩啊！
陆清浅连忙召唤水灵狐上前帮忙，结果水灵狐被一拳扫飞，吐了口血后躺地上。林峰和苏锦的御兽上前也全都倒下了。陆战也召唤出自己的御兽，却被狂暴巨猿一巴掌就拍飞了。几个人被逼得连连后退，陆战也急得满头大汗。石兽打不动啊！我捏紧了拳头。你问我问谁啊？难道我就能打动吗？小兰的水弹打在狂暴巨猿身上毫无作用。打不过我还不能恶心你吗？说着，他开始旋转跳跃，不停喷水，在场的所有人和兽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我连忙取出了一块水系元素结晶，扔给了小兰。小兰接过一口吞下，身体瞬间爆发出一阵耀眼的蓝光。算你小子有点眼力见，还知道给我补充能量。接下来你就看我表演吧。话落，他的身体开始膨胀，表面浮现出复杂的水纹图案，一股恐怖的能量在他体内汇聚。系统面板弹出提示：御兽小兰在愤怒中领悟新技能高压水炮。紧接着，小兰喷出一道粗壮的水柱，直接将狂暴巨猿轰飞出去，撞在了墙上。刹那间，整个山洞都在颤抖。他身上的红光瞬间熄灭，岩石皮肤也碎裂了大半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小兰没有停手，连续发射了3发高压水炮，狂暴巨猿就彻底没了气息。紧接着，小兰转过身，对准了那只奄奄一息的烈焰巨猿，一发水炮送他上了路。两只泼猴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话落，他直接瘫在地上睡了过去。唉，年轻就是好啊，倒头就睡。这时系统面板弹了出来，御兽小兰击败成长期烈焰巨猿，越级战斗经验大幅提升。小兰升级到成长期1阶，经验已反哺。宿主升级到见习8阶。神兽，小兰也太帅了，咔咔2下就秒了2个大 boss。不仅沈少升到了见习8阶，小兰在战斗中还能领悟新技能，这也太牛了！光凭沈少和小兰就打败了2个 boss， 我们一点忙也没帮上。我天，沈哥你和小兰太帅了，以后我就跟你们混了。我抱起地上的小兰，低调低调，机操勿溜。话落，我就朝着秘境出口的方向走去。走出秘境的时候，看见老妈的劳斯莱斯停在门口。哦天，你这么快就到见习8阶了？是小兰比较争气。咕噜，那是当然。我的好儿子，才出去几天就升了这么多阶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王管家已经在家准备了宴席了。见习8阶，我沈万新的儿子果然不是废物。爸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给你5000万零花钱，拿着花，不够再跟爸说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一条银行的短信，您尾号8888的储蓄卡收到，转账5000万元。儿子，这是妈新买的储物戒指，里面的空间比你那个戒指大10倍，装东西方便。里面的东西比戒指里还多，光是水系元素结晶就有上百块。我揉了揉怀里的小兰，别吵，本大王要睡觉。我笑了笑，搂着这坨蓝色大鼻涕走进了家门。回到家没几天，老爸又把我叫到了书房，脸上还挂着神秘的笑。爸，你叫我来就是让我来喝奶茶的吗？儿子，爸给你报名了清北大学的入学考核。啥玩意儿？考清北大学谁啊？我吗？清北大学？没错，清北可是培养出过12个护国战神的地方。你妈当年就是从那里毕业的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完全够格去考了。傲天，清北大学的考核很简单，只要去秘境里猎杀妖兽，再取得前10就行了。人再菜，也不至于连前10都考不上啊。爸妈，能不去吗？不能。那还说啥了？我只能去了。各位同学，本次考核为期3天，大家需要尽可能多的猎杀妖兽来换取积分，妖兽等级越高，积分越多。考核结束后，积分排名前10的同学将被录注意。本次考核不可以带任何食物，一切资源需要同学们在秘境中获取。这破试炼居然不让带吃的进去，饿死我咋整？各位同学，现在开始排队进入秘境。很快就到了我和小兰，一阵白光闪过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草地，远处是一片幽暗的森林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朝着森林的方向走去。反正有小兰在，我随便乱逛都没事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小兰，她正闭着眼睛打盹。秘境里的摄像头分布在各处树干上，记录着每个考生的表现。Hello， 考官，你们过得好吗？主控室里几个考官面面相觑，这个考生心态还挺好。接着我走了大概20多分钟，前面传来一阵打斗声，我本想绕路走，结果一道白色的身影突然从树丛里冲了出来，直直朝我扑来。我一个侧身迅速闪避，居然搞偷袭！信不信我一个右边腿抽死你丫的！那人扑了个空，直接趴在了地上。我低头看清他脸的时候，人都麻了，居然是乐清兰，她我的高中同学兼校花，也是我最头疼的迷妹之一。而且自从她觉醒了钻石级御兽空间，天天像个狗皮膏药似的跟在我屁股后面，甩都甩不掉。此时乐清兰从地上爬起来，哥哥你身手好灵活，我好喜欢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参加清北考核呀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所以特意选了 A 市的考点，就是为了跟你一起。我退后一步，你别叫我哥哥，怪瘆人的。乐清兰也不在意，这就是你的史莱姆吗？好可爱呀！小兰被戳醒了，不满地嘟囔了一句：谁呀？
打扰本大爷睡觉。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过去了。我正想找个借口甩掉他，哎呦，这不是沈傲天吗？一个废物也敢来参加清北考核？我转过身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战斗服的男生从树后面走了出来，是我的高中同学周景然。他也是同样觉醒了钻石级预售空间，一直自诩天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乐清兰的舔狗，可惜乐清兰从来不鸟他，反而热衷于给我当舔狗，因此他看我不顺眼很久了。周景然，不准你侮辱傲天哥哥！周景然冷哼一声：“我说错了吗？沈傲天觉醒青铜级预售空间，还召唤出了低级的史莱姆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”乐清兰气得脸都红了。你再这么说傲天哥哥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周景然的表情扭曲了一下。沈傲天，是个男人就别躲在女人后面，我要跟你决斗。要是你输了，就离青兰远点。这个神经病说谁是废物呢？我要干他！行吧，速战速决。傲天哥哥，你别理他，他的漩涡龟是成长期2级。没事，耽误不了几分钟。见到这一幕，周景然瞬间变得脸色铁青。出来吧，漩涡龟！话落，一只磨盘大小的乌龟出现在他颈边，龟壳上有着漩涡状的花纹。小兰的身体只有乌龟的脑袋那么大。周景然得意地笑了。沈傲天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你的史莱姆连给玄乌龟提鞋都不配。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小兰就动了。只见一道水柱从小兰嘴里喷出，漩涡龟直接被轰飞了出去，在半空中连着滚了10几圈才停下来。漩涡龟4条腿在空中乱蹬，但怎么都翻不过来。不可能！高压水炮明明是成长期5阶才能学会的技能，你的史莱姆是怎么学会的？小兰没理他，又是一发高压水炮轰了过去。这一炮精准地打在漩涡龟的壳上，龟壳上立刻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纹。我认输，别打！手忙脚乱地把漩涡龟收回了预售空间。直到这时，小兰才跳回我怀里。就这也配叫天才？我抱着小兰走到周景然面前。到底谁才是废柴啊？连我这个青铜级的都打不过，你还是回炉重造吧。周景然气得脸都涨成了猪肝色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挥拳朝我脸上砸来。我一记左边腿踢中他的肚子，周景然整个人飞出去3米远，脑袋一歪就昏了过去。傲天哥哥好帅，人家爱死你了！我潇洒地把头发一甩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了。说完，我踢了一脚昏迷的周景然。傲天哥哥，等等我，人家想跟你一起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任由他跟在了身后，走了大概1个小时，前面传来了瀑布的轰鸣声。我拨开树丛，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潭，一道瀑布从几10米高的悬崖上倾泻而下。这时潭水里突然泛起一阵涟漪，一个巨大的蛟龙从水中探出头，它浑身覆盖着青色的鳞皮，头顶还长着一根独角。成长期3阶水灵蛟，傲天大哥小心，这水灵蛟很厉害的。这时小兰从我怀里跳下来，随后一蹦一跳的来到水灵蛟前方。大块头，你愁啥？没见过史莱姆啊！水灵蛟鼻子里喷出一道气息，小兰被吹得往后翻了2个跟头。我天，你敢喷我？给爷爷等着！水灵蛟被激怒，张开大嘴就朝着小兰咬来。小兰一发高压水炮就吐进了他的嘴里，随后张嘴喷出一道水，跟小兰的水炮对轰，2道水流在空中炸开漫天水花。2个家伙僵持了好一会儿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水灵蛟率先撑不住了，他的水柱越来越弱，小兰的水炮却一点没减。水灵蛟被轰得连连后退，最后整个身体都被轰到了岸边。大哥别打了，我认输。体型大了不起啊？看你还敢不敢喷我了？以后认我当大哥，知道不？我认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。小兰满意地点点头。水灵蛟，你的尊严呢？你可是一条龙啊！我儿子真棒，都能收蛟龙当小弟了。小兰当即就喷了我一脸水。占我便宜上瘾了是吧？本大王才不是你儿子。乐清兰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傲天哥哥，你家史雷魔居然收服了成长期3阶的水灵蛟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哎呀，洒水了。话落，我翻身骑上了水灵蛟的背，小兰直接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窝着，乐清兰也爬了上来，双手搂住我的腰。我身体一僵，我的8块腹肌终于还是藏不住了，死肚子快收紧啊！走吧，去打怪升级。水灵蛟发出一声兴奋的嘶鸣，载着我们冲进了森林深处。接下来的半天，秘境里的妖兽遭了殃。我们先是端了一窝成长期2阶的钢牙鼠，水灵蛟甩尾把鼠肉拍倒，随后小兰连续高压水炮轰进去，钢牙鼠们连滚带爬的往外跑。小兰挨个给他们来了一炮，一只都没跑掉，然后又砸了一队成长期5阶火焰獠牙猪的巢穴。水灵蛟缠住那头公猪，小兰3炮就把它打趴下了，剩下的那头母猪被吓得跪地求饶，被小兰无情带走。在路过一片雪地的时候，看到一只浑身银白的风霜狼正在晒太阳，我指挥水灵蛟狠狠抽了一下风霜狼的屁股，风霜狼嗷的一声就跳了起来，转身就要咬过来，结果看到水灵蛟和虎视眈眈的小兰，立马夹着尾巴跑了。傲天哥哥，你也太坏了吧！路过不踹一脚，总觉得不得劲儿。此时清北大学的主控室里，10几个考官正盯着墙上的大屏幕，屏幕上分成几10个小窗口。
显示着秘境里各个考生的实时画面。其中一个考官指着角落里的一个窗口：“你们看看这个考生。”闻言，其他考官赶紧凑过来。只见一个少年正骑在水灵蛟背上，怀里抱着一只史莱姆，身后还坐着一个漂亮的女生，正在森林里横冲直撞，见谁揍谁。沈傲天，青铜级预售空间，预售为水系史雷姆，间隙8阶。青铜级空间竟然升到了间隙8阶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还收服了一只成长期3阶的水灵蛟。老头紧紧盯着屏幕，画面里我正指挥着水灵蛟又端了一个妖兽舞。小蓝的高压水炮精准轰在每一只妖兽身上。高压水炮是成长期5阶的技能，这只闪莱姆才成长期1阶，而且用的比成长期7阶的御兽还溜。老头猛地一拍桌子，刚觉醒没几天就能让自己的御兽达到这个阶段，天才呀！这小子必须招进来。而此时我们已经彻底放飞自我，连乐青兰都放出了凤凰雏鸟，所过之处击飞鬼号。这一天下来，小兰已经升到了成长期3阶，我也升到了间隙巅峰，距离突破到初级御兽师就差一步之遥。夕阳西下，我们找了个山洞准备过夜。水灵蛟自觉地守在洞口，我看着洞外的星空打了个哈欠。这就是生活啊！周景然从昏迷中醒来，捂着肚子从地上爬了起来。该死的沈傲天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本来是想用引兽粉吸引些低阶妖兽给自己刷分的，但现在就便宜沈傲天他们了。随后他循着踪迹找到了我过夜的山洞附近，将引兽粉撒在山洞的上风口。然后周景然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找到了成熟期3阶的电光熊的巢穴，沿路撒下引兽粉后转身就跑。片刻后，山洞中的巨熊冲出来，顺着引兽粉的气味朝着我的位置狂奔而来。周景然见状，嘴角缓缓上扬。沈傲天，这次看你怎么死！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。此刻我刚从水灵蛟背上醒过来，乐青兰不知何时凑到我旁边，紧紧抱着我的胳膊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。快醒醒，你最帅气的主人要饿死了。小兰一口水喷在了我的脸上。喝点水得了，叫醒一个昏睡的史拉姆，你心里不愧疚吗？这时乐青兰起身揉了揉眼。早啊，傲天哥哥，我昨晚上梦到你了。梦到我是人之常情。话落，我从水灵蛟身上跳下来。醒醒，去找点吃的。水灵蛟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歪歪扭扭地朝树林里爬去。哥哥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找。我伸了个懒腰。你老实待着就帮我大忙了。这姑娘昨天玩疯了，后来被一群妖兽追着跑。找点吃的要这么久吗？这蠢蛟不会是吃独食去了？要不咱们去找找？我叹了口气，领着小兰和岳青兰钻进树林，才走了不到5分钟，前面就传来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。围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我的胳膊，这破脚怎么打不动啊？我拨开树丛一看，直接乐了。只见前方空地上6、7个人加他们的御兽，东倒西歪躺了一地，而水灵蛟盘在中间，尾巴有一搭没一搭的甩着，时不时给他们一下。这时，一个黄毛男从地上爬起来，举着剑就朝着水灵蛟冲了过去。我跟你拼了！水灵蛟头也不抬，一尾巴朝着黄毛抽了过去，下一秒他屁股朝天的栽倒在地。看到这里，我抱着小兰走了出去。你们在干嘛？闻言，几个考生齐刷刷转过头来。那个黄毛反应最快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起来。兄弟快跑啊！这只水灵蛟太猛了，我们7个都打不过它一个。我没看他，径直走到水灵蛟面前。让你去找吃的，你在这玩啥呢？水灵蛟庞大的身躯猛地一缩，委屈的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，然后他张开嘴，吐出几条还在蹦跶的鱼。找到吃的了，被他们拦住了。见此一幕，那几个考生集体石化了。黄毛的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。这只蛟是你的？我弯腰捡起地上的鱼，我家小兰收的小弟。话落，我拎着鱼转身就走。乐青兰小跑着跟上来，回头冲那些人做了个鬼脸。水灵蛟甩着尾巴跟在我身后，从那些考生旁边经过时，还故意用尾巴扫了他们一脸土。身后传来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这是谁啊？这太猛了吧！水灵蛟都给他当小弟。我听着身后的议论声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震动了一下。林间的鸟群全被惊飞了，水灵蛟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鸣，怀里的小兰也睁开了眼睛。乐青兰脸色一变，什么东西？紧接着就见一只庞大的身影灵转转。是成熟期3阶的电光熊！我抱着小兰直接跳上了旁边最高的一棵树，顺手拽上了还愣在原地的乐青兰。电光熊一出现，狂暴的电弧瞬间向四周扩散，方圆20米内全被笼罩在电光之中。那几个考生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过后，他们的头发瞬间变成了爆炸口，然后口吐白沫的倒在了地上。我看着底下的一片狼藉，摇摇头。落后就要挨打呀！电光熊的目光锁定了水灵蛟，水灵蛟战战兢兢地挡在了我所在的树前，张开嘴朝电光熊喷去一道高压水柱，结果刚打在电光熊身上，电弧瞬间沿着水流反向传导，水灵蛟被电得浑身一惊，发出了痛苦的嘶鸣。你这蠢蛟真是没救了！退至我身后，
看本大王的吧！话落就喷出一道水柱，轰在电光熊身上，电弧传到小兰身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你这点电给本大王挠痒痒都不够，不知道史莱姆不怕电吗？电光熊怒吼一声，朝着小兰猛扑过来，熊掌拍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，冲击波把小兰震飞了出去，圆滚滚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不知道多少圈，最后撞在一棵大树上。小兰爬起来。你这熊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身上的皮一锥子都搭不透吧？乐清兰站在我旁边的树杈上，看着底下的战斗，急得直跺脚。她召唤出了自己的御兽，那只浑身冒火的小鸟在空中盘旋了一圈，朝电光熊喷出一道金红色的火柱，火柱打在电光熊身上，烧焦了一小块皮毛。电光熊被惹毛了，抬头冲着天上的凤凰雏鸟吼了一声，电弧往上窜了好几米，差点够到凤凰的尾巴。昊天哥哥打不动它，怎么办？我双手抱胸，别急，我们要相信小兰。这时小兰又冲了上去，连续发射高压水炮，但水炮打在电光熊身上毫无作用。还好小兰对电弧完全免疫。电光熊的巴掌接连不断的落下来，第一巴掌小兰躲开了，第二巴掌下来，小兰直接被拍飞出去，在地上弹了好几下。她冲上去的第99次，直接被一巴掌拍进了土里，只露出半个圆滚滚的身子在外面，幻化出的4条小短腿在空中乱蹬。她把自己从土里拔出来。我靠！为啥总是我在受伤害？那只蠢蛟龙呢？你搁这装啥的鸵鸟啊？一点也指望不上。我蹲在树上叹了口气。小兰啊，差不多得了，打不过就跑吧。小兰盯着那只再次袭来的熊掌。本大王字典里就没有跑这个字。话落，他身上突然爆发出强烈的蓝光，系统面板瞬间弹了出来。叮！小兰在绝境中领悟终极技能怒涛冲撞，随后就见小兰的周身涌出一股高速旋转的水流。这就觉醒终极技了。小兰不是才成长期3阶吗？电光熊见状抬掌就要拍击，下一秒就被水箭击中了胸口。电光熊发出了震天的惨叫，巨大的身体抽搐了2下后直接倒地不起。我在树上拍着手，干得漂亮，内心却一阵窃喜，这激将法真是百试百灵啊！小兰都能越级挑战了。乐清兰在我旁边猛地站了起来，小兰也太厉害了吧！跨级战斗竟然还赢了！我笑着摆摆手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这不是正常操作吗？御兽小兰击败成熟期3阶电光熊，经验大幅提升，等级增加到成长期5阶，经验大量反哺。宿主已突破见习期，晋级初级御兽师。特权解锁，可召唤第2只御兽。系统话音刚落，我的体内就涌出一股庞大的能量，一个红色的光球从空间中浮现，缓缓落在我面前。光球碎裂，一只巴掌大的红色小鸟出现在半空中，是一只火花焰。火花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它嗖的一下钻进了我的怀，脑袋拼命往我衣服里捂。这也太怂了，算了，以后就叫你小锤吧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居然是小花燕哎！昊天哥哥，我能摸摸它吗？与此同时，考核基地的监控室里，所有考官都炸了，白胡子老头激动的胡子都在抖。见习御兽师越阶挑战成熟期3阶的电光熊，居然赢了！他还觉醒了第2只御兽，这是什么怪物？2天时间就从见习8阶到初级御兽师。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而且还是个青铜级天赋啊！无需多言，通知下去，这个沈傲天，我们清北大学要定了。等一下，会长，您看这个，找到蚁兽粉的源头了。只见画面正是周景然撒野兽粉的全过程，整个主控室瞬间炸开了锅。这小子鸡也太毒了吧！他明知道电光熊是秘境霸主，竟然还敢把他引到考生聚集的区域去，这是谋杀！老头猛地一拍桌子，立刻取消周景然的考试资格，顺便将这件事立刻通知给沈傲天的亲人。对于这种恶毒的行径，我们绝不姑息。取消本次考核成绩，永久取消清北大学报考资格。沈家知道了这件事后，立刻就展开了行动。3个小时后，周氏建材集团股价暴跌，所有合作伙伴同时宣布终止合作。喂，哪个没长眼的这时候打扰老子胡牌？是什么？破产？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放屁！我们周家在江城兢兢业业做了20年生意，谁能说封就封？老板，是沈家，是地图最顶级的那个沈家呀！现在所有合作全部被封死抹杀了，我们连一丝一毫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，全完了。而这发生的一切，我都是从学校的官方通知上知道的。但现在我没心情去管这些琐事，我只知道自己快要饿死了。于是我带着火花焰跳下树，小兰蹦到还埋着头的水灵蛟身上，给了他一记水炮。你来，别装了，找个地方吃东西，本大王饿死了。好的，大王，马上出发！我拎着那几条鱼爬上了水灵蛟的背，乐清兰也爬了上来。试炼的最后一天，我决定在秘境里游山玩水。考核结束的那一刻，白光一闪，我就回到了基地。出来的时候，所有考官都站在门口等着我，眼神那叫一个炙热。白胡子老头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好小伙子，绝世天才啊！我们清北大学绝对张开臂欢迎你。”我客气的点了点头。谢谢考官。昊天，
妈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沈万熙的儿子。对了，考核的时候，那个周景然竟敢用引兽粉招来电光熊想害你，我搞官已经把他踢出考核。这种人绝不能留着。那他现在咋样了？就凭他周家那点破本生意，你爸我只用了一个电话，就把他周家彻底整破产了。哼，现在他们全家欠了一屁股债，这辈子别想翻身。被人嫉妒是我的命啊，没办法。儿啊，不过妈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点。谁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饶不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抱着小兰回了房间。小飞已经跟小兰混熟了，两只小家伙正在床上打闹。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，大学生活啊，还挺让人期待的。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两个小家伙已经起床了。小兰绕着小飞转了2圈。小怂包，跟着本大王出去练练胆子。鸡，不要，外面好可怕的鸡！真无语了，有本大王在，谁敢碰你根毛？俩小玩意儿真可爱。我从芥子空间里掏出一大堆食物，什么水母冻灵果，还有火系元素结晶，一样不落的全塞进了小兰的肚子里。出门在外，别亏待自己。本大王办事，你就放心吧。话落，他跳上窗台。愣着干什么？跟上！小飞颤颤巍巍地张开翅膀，飞到小兰身边，然后两只小家伙就从窗口消失了。我往沙发上一躺，顺手打开了系统面板。实时画面里，小兰正带着小飞穿过一片灌木丛，来到了隔壁山头的一块空地上。这时，小兰突然停住，前面有只癞蛤蟆挡路了。那边正好有只小蛤蟆，你上去练练手。那个东西好可怕，老大，我们能不能回去？回什么回？给我上！你要是打不过，还有本大王在后面兜底呢。突然，毒箭蛙猛地转过头，背上的毒线瞬间鼓起，3根毒箭朝着小飞射来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话音刚落，他嘴里就猛地喷出一团大火球，直直砸在了毒箭蛙身上。只听砰的一声响，毒箭蛙就被烧成了一根黑乎乎的肉串。见此一幕，小兰愣住了。我看着面板上的画面，大喊666！哈哈哈哈！666！还有这种操作，牛啊，小锤！提示：火花焰小春在恐惧中觉醒初级技能火球术，越阶击败幼生期5阶毒箭蛙，连升2级，达到幼生期3阶。经验已反哺，恭喜宿主升级至初级御兽师2阶。可以啊，小燕子，平时怂成那样，打起架来跟本大王有的一拼嘛！好可怕，刚才吓死我了！废什么话，跟上本大王，从今天开始魔鬼训练。老大，等等我接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彻底看傻了。小兰带着小飞直奔一只幼生期6阶燕尾蜥的地盘。别怂啊，给本刀爷干他！小飞又是一声惨叫，然后条件反射般的喷出武器，燕尾蜥被轰翻在地。小兰紧跟着补上一发高压水炮，直接把燕尾蜥打翻了白眼。两兽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。小飞负责开炮，小兰负责补刀。虽然小飞每次开炮前都要先尖叫一声，但火球的威力是一点没打折。第一天结束，两兽端了燕尾蜥的老巢，顺便把附近3个妖兽窝都清了。小兰还贴心的把燕尾蜥的尾巴取下来当战利品。第2天，他们找到了一只幼生期7阶的铁甲穿山甲，这家伙浑身都覆盖着鳞片。小飞的火球打上去只烧红了一块，穿山甲缩成一个铁球滚过来，小兰灵活的跳开，烧他的底盘，那里没长鳞片。小飞绕到穿山甲下方，一个火球精准命中，穿山甲惨叫一声，小兰趁机一发高压水炮轰过去，穿山甲直接被打飞，撞在石壁上晕了过去。嘿嘿，这个好东西，带回去给那小子当个纪念品吧。第3天的时候，两兽已经把整座山头的妖兽打昏。所有妖兽看见这2个小东西，吓得四散奔逃。系统面板疯狂弹窗，我躺在沙发上看着一连串的升级提示，嘴角的笑容已经压不住了。捷报！御兽小兰跃升成长期8阶，御兽小飞突破至成长期1阶，恭喜宿主连破2阶，荣升初级御兽师4阶。最后系统传回了3张明信片，第1张是小兰站在燕尾蜥的尾巴上叉着腰，小飞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；第2张是小飞闭着眼睛喷火球，一脸惊恐的表情配上猛烈的火焰，反差感简直拉满了。第3张是两兽并排站在山顶，脚下踩着一堆妖兽的战利品，小兰比了个胜利的手势，小飞则歪着脑袋一脸茫然。明信片旁边还附带着一堆战利品，燕尾蜥的尾巴、穿山甲的鳞片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爪牙和皮毛。我把战利品收进芥子空间。这俩小家伙是真能造啊！当天晚上，两兽满身狼狈的从窗口跳了进来，小兰跳到我的枕头上。呼，本大王要睡他个3天3夜，谁也别来打扰我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已经打起了呼噜。小飞也钻进了我的被子里，很快就没了动静。我看着这2只狼狈的小家伙，心里一阵暖意，辛苦了，好好睡吧。第2天一早，我抱着还在昏睡的小兰，肩膀上蹲着同样没醒的小飞，坐着劳斯莱斯来到了清北大学。这所大学占地面积大的离谱，光是主教学楼就有12栋，每栋楼后面都连着一个小型秘境入口。
用来给学生日常训练。我按照通知书上的路线，来到了精英班的教室门口。推门进去的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看了过来。教室里坐了大概30个人，我随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旁边的人立刻就往另一边挪了挪。一个坐在前排的男生转过头来，打量了我2眼后嗤笑一声：“你就是那个入学考核第1名的沈傲天？”我认识他，栾天赐，入学考核第2名。觉醒了钻石级预售空间，预售是成长期3阶的严木之母，在考核中一路碾压，唯一没能超过的就是我的积分。他双手抱胸，青铜级预售空间也能拿第1，哼，我看咱们清北大学的考核标准是不是也该换换了？闻言，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。把关系硬塞进来了。喂，你听说了没？他妈可是那个护战神者第1名，还真是走后门混来的。怎么想都特么不合理啊！想知道我是不是真正的第1？简单，打1场你不就全知道了。栾天赐正要接话，教室门忽然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她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所有人瞬间都安静了。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冰，开学第1课，每个人上前展示你们的预售，让我过目一下你们的真实实力。